魏无羡过去挠，他却扭开了头。蓝湛，他嫌弃我，不喜欢我。蓝忘机把白兔送到他怀里，魏无羡嘻嘻笑着接了过来。那只兔子在他的臂弯里扭来扭去，奋力挣扎。魏无羡扯了扯他的耳朵，又想去挠他的肚皮。蓝忘机按住他作恶的手，手指穿过他的手指，带着他的手轻轻抚摸白兔背脊上的软毛。身体的感觉太过熟悉，魏无羡竟不觉有意。白兔停止挣扎，窝在魏无羡怀里，重新眯起了眼睛。蓝忘机轻声道：他喜欢你的。这时，一名少年提着一只小篮子，由远及近，飘然而至。这少年身穿姑苏蓝氏的校服，端端正正地配着一条抹额。蓝忘机道：魏婴，你记忆兴许很快便会恢复，无需让太多人知晓你暂时失忆。好。那少年走到近前，恭谨行礼道：韩光君，魏前辈。魏无羡瞥见他篮子里的胡萝卜和青菜，微笑道：来喂兔子。少年道：是。随即从篮子里择了几片色泽最为青绿的菜叶，递给魏无羡。魏无羡接过菜叶，蹲下同他一起喂兔子。少年道：魏前辈，思追师兄说您已经都好了。魏无羡道：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少年腼腆道：魏前辈，我们都很是担心您，您往后要多加小心。魏无羡笑道：我这不是又好好的了吗？那少年犹豫片刻后道：下月季考您会来督导吗？魏无羡看向蓝忘机，蓝忘机轻轻点头，于是魏无羡道：会的。少年笑了，唇角上翘，带着淡淡的欣喜。我们一定好好表现。两人又一起喂了会儿兔子，直到把篮子里的胡萝卜和青菜都喂完。少年躬身一礼，提着篮子离开了。魏无羡坐在草地上，仰望着蓝忘机，笑道：蓝湛，你们家的小孩都好乖，对我这个邪魔外道都这么有礼貌。蓝忘机微微皱眉：魏婴，你不是邪魔外道。随即伸出手拉他起来。魏无羡心头涌起微妙的熟悉感，握住蓝忘机的手站起，疑惑道：蓝湛，你不是不与旁人触碰吗？蓝忘机看他一眼，只道：你不是旁人。魏无羡愣住了，只觉蓝忘机的眼睛里漾着一汪柔柔的清泉，泉上细碎的金色阳光晃得他迷了眼。魏无羡讪笑道：也是，我俩都住一块去了，就是我醒来的那间屋子吗？竟是。是，要再去看看吗？好，左右无其他事。魏无羡抬脚往前，刚才喂兔子蹲得太久，脑海中还回想着蓝忘机那句你不是旁人。魏无羡腿一麻，脚底打滑，往前扑去。蓝忘机及时扶住了他。魏无羡道：刚才蹲得太久，腿麻了。蓝忘机眉心微蹙：你的腿刚受过箭伤，许是还未好全。是吗？我并无感觉啊，你们家的灵药挺有效的。我先背你回去。蓝忘机原想说抱你回去，话到嘴边怕吓到魏无羡，改成了背。魏无羡惊呆了，可蓝忘机已经站到了他身前，俯下身，弯下膝，纡尊降贵的要来背他。魏无羡隐约觉得，如果不让蓝忘机背，他可能会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来。而且魏无羡实在是好奇，若是云深不知处的门生们见到蓝忘机背着自己，会露出怎样的表情？突如其来的作恶欲作祟，魏无羡扶上蓝忘机肩头，抱住他的脖子，笑道：那你背吧。蓝忘机反手抱住他的腿根，把他背了起来，缓步向前走去。尽管看不到蓝忘机的表情，但魏无羡就是觉得他仿佛有些闷闷不乐。难道他其实并不想背自己？蓝湛，蓝湛，你还是放我下来吧，你不觉得这样背着我很奇怪吗？年少时你也背过我的。有这种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蓝忘机淡淡的道：可是我记得。魏无羡就这样被蓝忘机背回了净室。出乎意料的，一路上遇到的几个门生都只是恭谨行礼，个个目不斜视，面无波澜，见怪不怪。魏无羡想，姑苏蓝氏还是一如既往的家规森严，行止有度。进了净室，蓝忘机把魏无羡放到椅上，然后自去找药。韩光君，你真的变了好多。是吗？何处变了？魏无羡不答，指着琴桌上一张通体雪白的琴。我方才就想问了，你的琴是不是换了？我记得你以前的琴是黑色的。
蓝忘机已经拿好药过来，单膝跪地去卷他的裤腿，同时道：“那不是我的琴，那是你的。”魏无羡不知道该为哪件事情更惊讶，他有了一张新琴，还是蓝忘机半跪在他面前要替他上药。魏无羡急道：“别，蓝湛，我真的无事。”蓝忘机并未理他，握住他的小腿，抹了药膏，轻柔地按摩起来。魏无羡仔细去看自己的腿，腿上肌肤光滑，并无剑伤，亦无疤痕，只有一块红色的斑迹。蓝忘机凝了灵力，指腹聚着微蓝的光芒，轻轻按压斑迹处，药膏在他指下迅速融化，进入魏无羡肌肤之中，一股暖意从被他按揉的地方升起，酥麻感一路窜上腿根。看蓝忘机姿态娴熟，仿佛为魏无羡上药揉按，是这几日做惯了的。魏无羡抬脚乱蹬，想挣脱开来，蓝忘机握紧他的小腿，抬眼看他，沉声道：“魏婴，别动了。”可怕的熟悉感，魏无羡怔住，立刻不动了。蓝忘机细细按摩，按完那处红色斑痕，又以掌心拢住他整个小腿肚，从上至下地揉捏。魏无羡感叹道：“蓝湛，你现在可太温柔了。”“是吗？”“是啊，你还帮我找回陈情了。你从前不是最讨厌这些？”蓝忘机突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他单膝跪在他面前，定定望着他，声音又低又慈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，从前是我不好。”魏无羡的脸腾的一下红了。“见到鬼道，皆可为正道，端看施术者心境，我不该一昧阻你。”蓝忘机如此说，魏无羡反而招架不住，急忙道：“没有，你说的一点不错，鬼道损身损心性，我应该少用才是。”魏无羡自嘲道：“我若是一直用下去，没准哪天就反噬了。”“不会，我会护着你。”魏无羡面上作烧，气血上涌，赶紧岔开话题：“你是如何寻回陈情的？听泽吾君所言，陈情也落入了汉江之中。”“忘机秦共鸣。”“哈？”魏无羡一时理不清这其中的含义，但也无暇理清了，因为蓝忘机手上又动作起来，将他裤管卷得更靠上，一路揉按到他大腿根部。蓝忘机神情专注，仿佛这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事情，看得魏无羡一阵晕眩。最后蓝忘机抬高他的腿，举到眼前仔细检查，确认药膏已经完全吸收，这才帮他放下裤管。老实说，魏无羡觉得腿更麻了。蓝忘机道：“想看看吗？琴。”魏无羡尚在晕眩之中，恍惚道：“什么琴？”“你的琴。”“我的琴。”“哦，好。”魏无羡小心翼翼地撑着鸡案站起，把方才那阵晕眩感甩出脑海，不敢再跌倒，快步向琴桌走去。那是一张十分优美的七弦琴，琴身比寻常古琴要窄，通体洁白无瑕，如高山白雪，似冻全霜冰。琴身上篆刻了2个蓝色大字“无羡”，果真是他的琴。魏无羡道：“我可以试试吗？”蓝忘机颔首：“本就是你的。”魏无羡坐到琴凳上，随意弹了一首和缓宁静的曲子。一曲毕，魏无羡问：“如何？”蓝忘机眼里依旧漾着那抹琉璃色的柔光，看得魏无羡移不开眼睛。蓝忘机的唇角似乎微微上翘，淡声道：“不错。”“想不到我也会琴吧？我12岁便会琴了。”“我知。”“这琴是你送我的吗？”“是。”“真有钱，这琴一看就很贵。”“配你。”“蓝湛，你现在真是太可怕了，你何时变得如此直白的？”“你教我的。”“我教了你什么？”“直接说，早点说。”“不行，我现在算是比你小20岁，我接受不了你是这样的寒光君，你还是先含蓄点。”“好。”魏无羡又道：“我平时在云深不知处都做些什么？抄录雅正集。”蓝忘机摇头道：“夜猎游玩。”“游玩？去哪里玩？”“许多地方。”“比如？”“眼下就有一个去处，现在过去，可以在那里用午膳，下午可以游湖。”“有什么特别的吗？”“有，青山碧水节，是当地送春的节日，每年暮春，连办10日。”“青山碧水节，以前未曾听说，是近年来才有的活动。”“是，我带你去。”魏无羡十分雀跃。好。蓝忘机打开衣橱，找出2套碧绿衣衫。魏无羡奇道：“还要换衣服吗？”蓝忘机道：“节庆期间皆着青衫，你我一同去过，
故留有旧衣。哦，魏无羡开始解外衣，解到一半，觉得不对劲，抬眼看蓝忘机，发现蓝忘机也看着他。魏无羡忽然窘迫了。